不知不觉的，时间又过去了1年。年初兴高采烈地给2019立 flag 的情景还在眼前晃着，一不小心，这1年就要彻底沦为过往了。回想过去的这1年，许多人匆匆到来，也有很多人悄悄离开。有过好友相聚的狂欢，也有无数捧着孤独无处安放的夜晚。有过收获的满足，也有在崩溃边缘挣扎的心酸。前段时间微博上有一个热门话题在讨论10年前和现在最大的区别，而在这个话题里最让我惊讶的是10年前居然是2009年。在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我有一瞬间感觉像是被谁偷走了我这10年的光阴。10年前我只有10几岁，不懂爱情，也没有体验人生疾苦，每一天我都有用不完的热情，满脑子都是对未来理想化的憧憬。那时候我最大的苦恼，除了永远做不完的试卷，就只剩下对时间的不满。那时候我总是恨不得一夜长大，恨不得马上证明给全世界，看，我才不会像你们大人一样轻易就被生活改变。可是10年时间一晃而过，时间像是被人按下了快进键，又像是被迫进入了单曲循环的模式。每天的生活就只有上班、下班和许多自己并不感兴趣的社交。我甚至说不清楚自己是在哪一刻突然就变成了大人。只是每当回望来路，才发现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早已被拉了很远很远。如今只剩下像上满了发条一样的自己，日复一日地在为生存奔忙着。我有一个做模特的朋友，因为工作原因，他常年吃的都是减肥餐。有一次，原本定好用他的服装展，突然在临开场之前的3个小时通知他换了别人。他连自己被换掉的原因都没来得及问，对方就已经挂断了电话。他发朋友圈说想约几个人出来喝酒聊天，但问了一圈，发现大家都在上班，他只好回家叫了一大桌子外卖，打算大吃一顿发泄一下。可是当他看着那一大桌子吃的，他却突然再也忍不住地大哭起来。他说当那些吃的菜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满脑子里想的都是每道菜有多少卡路里，会长多少脂肪，如果真的胖了，影响到之后的工作该怎么办。接下来他又想到自己已经在那个吃青春饭的行业里混了4年，却仍然一文不名。如果到了30岁还是这样，自己要怎么办？所有的问题就像皮鞭，不停地抽打着他，让他慌乱又迷茫。在这个不奔跑就会被淘汰的世界里，我们逼着自己在并不喜欢的饭局上努力社交，逼着自己习惯和最经济适用的人谈婚论嫁，一路跌跌撞撞地走来，我们几乎学会了所有披荆斩棘的本事，却并没有在这一切的结尾如约地收获到快乐跟心安。于是放弃和坚持慢慢变成了越来越多人不得不面对的人生单选题。曾经我也以为那些赢了生活的人是茫茫人海里为数不多被命运优待的人，但越长大越明白，生活面前从来没有例外。那些比我们过得好的人，不过是承受了比我们更多的压力，不过是当放弃与坚持的分岔路口，当在那里的时候，他们选择了坚持。傅首尔在奇葩说里讲到她和自己的丈夫老刘最艰苦的那几年，为了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她逼着自己和老刘一点一点地活成了陀螺。她说在很多个夜里，我有时候想起来，会发现他一个人在阳台上抽烟。我知道他过得并不快乐，我感到很难过。但第二天早上，我还是忍不住地对他说，今天要继续加油哦，
林清玄说，只要我们心里有光，即便在最阴暗的日子，也会坚持温暖有生命力的品质。我知道成年人的世界里总是有太多不得已和来不及，每一张波澜不惊的面孔之下，都藏着许多随时让人崩溃的艰难。但换个角度想，其实我们应该感到幸运，幸运一年只有限的365天，不管这一年有多少令人喘不过来气的时刻，它都是有限的，它都会过去。这一年我们在大火中失去了巴黎圣母院，也在一次次的新闻中为那些离开的生命落泪。我们在全民996的讨论和杭州那位因为逆行被抓而痛哭的小伙子身上，感同身受过成年人的挣扎跟艰难。我们一起为香港揪心，也一起在女排夺冠时相拥欢呼。你会发现，不管是2019年还是已经过去的每一年，苦难跟欣喜总是参半的。一帆风顺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景，而现实里的高光，都是那些不服输、不低头的时刻成就的。不管2019年你经历了多少遗憾、失去、痛苦，它都必将在2020年到来的那一刻归零重启。所以你别急，天亮之后，那个不带有一丝阴霾的全新的2020，它会如约而至。新的一年，希望我们能放下过往，卸下悲伤，重新整装出发。希望我们都能在疲倦的生活里活出自己的英雄主义。晚安，祝你新的一年平安顺遂。In the quiet evening, snow is falling, and from every window shines a light. Somewhere in the distance, drums are calling, but no one heeds their call tonight. As I walk through the streets of my old hometown, I hear sleigh bells ringing in the air. There are Christmas decorations all around. Tonight love and peace are Christmas, oh
Christmas. Oh.